几天前，作为一个淋巴癌的幸存者，由美国留学背景的李开复博士出了一本新书，在新书的发布会上，他有过一个说法，在人工智能领域内，中美是两个比较领先的国家，美国目前领先很多，但是中国极有可能反超。这个观点在1年以前其实是成立的，这是基于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一些合作，是吧？主要是人员、技术的互通。其实这本书出得很不合时宜，基于他书中描述的这个基础呢，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们知道，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，它的核心是数据和算法。在算法这个方面，中国几乎是没有任何优势的。中国唯一有的是数据，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用户呢是美国的3倍，这是一个人口的优势。那么大家关心这个大数据的同时，不要忘了一点，不是说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做不到大数据，而是人家基于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约束，无法监控，或者说无法承认他们在监控本国人民。这个优势呢，在人工智能领域，它确实能够帮助机器进行自学，但是这种优势能够维持多长时间，或者说它有什么实际层面的意义，现在看起来不确定。因为所有的数据控制，它还是基于芯片。如果没有大量的进口，中国在1年最多1年半之内，所有的数据依据数据的这些所谓的监控，将到处都出现窟窿，那么数据也就会走样，会变形，会变得不真实。数据一旦出了问题，算法上又跟不上，中国所谓的反超，这个可能性自然就没有。当然了，李博士还提出另外一个观点，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继续下去，他的创新工厂极有可能将被迫撤离美国市场，转而变为从美国招取高科技的人才，回到中国进行研发，是吧？我看了一下公开的资料，创新工厂拥有6只基金，总额价值20亿美金。在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以及今后的对峙中，20亿美金，他也真敢说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人需要活的，他是一个具有留美背景的，在中美双方都担任过一些职务，在人工智能领域内，他确实响当当的算一行，是吧？因为他本质好像就是语音识别学的博士。那么人工智能，它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发展，人机交互的问题，物联网的问题。人工智能在发展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国家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只是在赶超。这种赶超能不能在目前的环境下
继续维持。不仅不能确定，而且未来可以确定一点，中国在这个环节中，人才的后备极有可能会出现断层，因为许多前沿科技，许多中国急需要掌握的一些学科，西方已经逐渐关闭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许可。我相信这本书现在应该还是有市场的，至少有许多有政府背景的，或者是幻想中美之间的贸易对峙将会告一段落的，他们会去购买。普通人就不用关心了，因为他所描述的这些前景几乎已经不存在了。